我瞪大眼睛，浑身冰冷的呆愣在了病床上。周慕言柔软的嘴唇和滚烫的温度似乎还残留在我的唇上。我仰躺在床上，他双手撑在我的脸侧，脸和我距离很近，呼吸交错间，仿佛能嗅到轻微的薄荷糖的清凉味道。小叶子，再叫一声老公听听。我呼吸几乎停滞，好半晌才勉强自己眨了眨眼睛。慕言哥，你别开玩笑了。我唇边勉强撑起一抹苦笑。啊，小叶子清醒过来了，不好玩了。他的眼神复杂，却也没有再勉强，伸手捏了捏我的耳垂，松手抽身从我身上下去，坐在病床边，拿起个苹果。修长且骨质分明的手指灵活的在指尖转动，苹果的果皮顺着手悬空的坠在半空，而我则是闭上眼睛，把通红的眼圈和难以忍下的泪水统统遮住。喜欢一个人很容易，喜欢一个从小长大的人更容易，尤其是会把你万事都放到第一位的人。而我喜欢周慕言，就像是喝水呼吸一样，简单却不可或缺。一喜欢就是好多好多年，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也不确定什么时候能够结束，只知道如果想一直在他身边，就不能暴露叶思安喜欢周慕言。我只能一直是跟在他身边的弟弟，跟屁虫小叶子。听到身后的脚步声，我连忙将在写的日记合上，还没转过头，一双大手捂住了我的眼睛。猜猜我是谁？声音故意压低，却意外带着些许蛊惑的亲昵，脸瞬间红了。我怎么会猜不出他是谁？从小我的眼睛就追逐着他，片刻不离，他的笑容、声音、爱好，甚至是脚步，他的一点一滴，我都了如指掌。伸手握住他的手拉下来，回过头朝他笑。慕言哥，你回来了。周慕言的大手任我拉着，没有抽回去，而是用另一只手狠狠地揉了我的头几下，将我从椅子上拉起来，边走边说：你哥我啊，好不容易回来，你也不说来接我。我回头忘了也没来及收起来的日记，就被拉出了门。是想去的，可太久没见面，总怕视线相对的时候，眼里的想念聚成了河，一不小心就蔓延了。更何况京城太子爷周慕言回京了，哪里还缺人接呢？想什么呢？半天不说话，我出国这半年多，不想我，边说话边弯腰过来替我系安全带，一只手横过我的身体去拿安全带，另一只手按在我左侧，健壮的身体距离我太近，好像被抱进了怀里。我脸红红的低下头，不敢让他看见，头再次被揉了下。真不想我，那我可回去了。怕他走，伸手赶紧拉住他。想的，你别走。看着他笑了，才意识到他在逗我，气不过的朝他瞪了他一眼，略微赌气的扭过了头。他则是挑了下眉，随后拉住我的手，伸向我的腰间，挠我痒痒。我哎呀一声，想躲开，却被安全带绑住了，只好扭着身子小范围内躲着。胆子大了，还敢瞪我了，厉害了啊！我求饶着，慕言哥，我错了，真错了。等他松手时，因为太过怕痒，眼泪都给我笑出来了。他坐在驾驶位，侧脸看我，眼神幽深，唇角带着意味深长的笑。真知道错了。我顶着还带着泪的眼睛，哪里还敢跟他猖狂，原地疯狂点头。周慕言轻笑一声，放过了我。哥带你去见见成人的世界。于是一辆跑车如同流星一般窜进了夜色之中。星落娱乐城内的夜晚，灯光比白日还亮。刚下车，肚子突然痛了一下，我皱了下眉，没出声，不想扫了他回国庆祝的兴致。怎么了？周慕言立马警觉的注意到了，看向我。没事，可能岔气了。我随后跟在周慕言的身后进了大门。刚进来，一旁的经理立马过来接过周慕言手里的钥匙，递到身后的服务生手里，让他去给周少爸停车。随后亲自将我们引领到 VIP 包间门口。一推开门，里面已经坐着几个年轻男女，其中包括我同父异母的妹妹叶双双。叶双双一见到周慕言就两眼放光，站起身走到周慕言身边，抱住他一只手。慕言哥，好久不见啊，有没有想双双啊？周慕言立刻把手抽了回来，抬手朝一个明艳美丽的女生招了招手，
女生走了过来，挽住他的胳膊，朝叶双双示威般的笑了笑。周慕言低下头，举止亲密的和女生说了两句什么。一回头，见我还站在原地，小叶子过来，我脑子混乱的走过去，就见他拥着女生对我说：“这我女朋友李朵，叫嫂子。”我愣在原地，耳朵发出轰鸣，听不清楚他说的话，只是木然的叫了一声嫂子，眼圈发红，鼻子发酸，整个人不受控制的呆愣在了原地。随后就被腹中搅动的剧痛疼得再也站不直身子。趁着肚子的剧痛，我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，这样就不会被发现了。身子一个踉跄，周慕言立刻松开抱着李朵的手，从背后拦住我的腰，肚子又疼了。走，去医院。说着就弯腰抱起走不动路的我，公主抱把我带走了。视线的最后就是李朵站在原地，越来越远的笑脸。医院内，医生确诊是阑尾炎，需要马上做手术，我就被全麻送进了手术室。再睁开眼睛，脑子里都是白茫茫的一片，好像什么都记不清了。一个高大的男人走过来，温柔道：“渴不渴？我给你拿水润润嘴唇。”我看了他很久，最终问出了口：“你是谁？”见我问他，男人先是愣了一下，随后立马慌里慌张的去叫了医生过来。全麻后遗症很多人都会出现，只不过症状不同，问题不严重，过个1-2个小时，快的话一会就好了。白大褂的医生和男人仔细的阐述，男人认真听着，半晌才松了口气。我不记得这个人是谁，一看到他就觉得心里暖暖的，涩涩的，眼眶子发酸，很想哭。医生离开后，他走过来，无奈的伸手轻轻掐了下我的脸：“小叶子你啊，可真吓人。”他的语气轻易温和，我的眼泪一下就止不住了，呜呜的哭出声。男人手忙脚乱，惊慌失措的哄我：“怎么了？这是刀口疼了？不能啊，麻药劲还没过呢。”“不哭啊，不哭，小叶子乖乖的，一会刀口哭开了，有你疼的。”他捏着我的手，表情紧张。“抱抱。”我双手打开，朝他伸手。他愣了一瞬：“哟，长大了不是不让抱了吗？”失忆了，倒是又粘上我了。也挺好，他没让我起身，直接双手撑在我的肩膀两侧，勉强的给了我一个拥抱。拥抱很轻，可我得到后，内心里的不满足感更重了，哭得更凶，还要举高高。“哎呀，我的小祖宗啊，你受着伤呢。”他大手按住我要起身的脑门，制止了我的动作。他拒绝我，我就哭得可怜兮兮的看着他。最终他的手贴上我的侧脸摸了下，轻笑出声：“你呀，怎么突然就变了呢？”声音呢喃，带着些许说不出的怀念。我看他一直看着我，还摸我，就伸手握住他的手贴在脸上，反复蹭着：“你长得帅，我喜欢，以后你就是我老公了。”我霸道又不讲理的握紧他的手，宣示主权。他伸手掐我的脸，指尖在我的挣扎中复蹭到了唇角。“老公要亲亲。”我张开双臂，抹着嘴要亲亲。他愣住了：“小叶子，这是你自己要求的，我可没强迫你。”他眼神里晦暗不明，我不甚了解的，懵懂的点了点头。随后他俯身下来，双手撑起布压到我的伤口。看着他压下来的唇，我脑子却突然像是被打开了任督二脉，瞬间清醒了起来。完了，全完了，我艰难隐藏许久的感情都暴露了。慕言哥，可他的眼神幽深，拒绝的话还没说出口，就被狠狠的碾压进了口腔深处。口舌强迫性的使我闸门打开，刚开始还能奋力迎敌，没过2下便溃不成军。好半晌，病房的门被敲响了，他才松开满脸通红的我，从我身上下去，整理了下衣服，去开了门。我心跳的极快的躺在床上，门外的护士交代完毕就走了。周慕言走到我的床边，低着头看了我好一会，伸手抚蹭了下我的睫毛：“小叶子，我小时候就教过你，没人真的睡着时睫毛是会动的。”我缓慢的睁开眼睛，侧着头不敢看他。他的手捏着我的脸，转向他的方向，四目相对，我的眼神退缩了一下。他想说什么话，见我这样，最终抿住了唇，
拿过苹果削了起来。我见他没看我，将被子缓缓的蒙住脑袋，无声的在黑暗中流泪。一定被讨厌了吧？明明喜欢女孩子，却被自己从小到大的兄弟觊觎，一定觉得很恶心。指尖轻轻抚上嘴唇，那么热烈又柔软的感觉，大概不会再有机会感受到了。更想哭了。我阑尾炎手术，要留院观察1周。家里只有我爸叶良给我打了个电话，语气平常，阑尾炎手术不是大病，不过还是要注意休养，我让你妈去给你1日3餐送些清淡点的，也能好得快点。林晴，叶双双的妈妈，叶良的初恋情人。我妈去世后不到1年，他就把比我小1岁的叶双双和林晴接回了家。不用了，我妈早就去世了。电话的对面一阵沉默。这些年，叶良年纪越来越大，开始想要感受家庭温暖了，就各种想让我们相处和谐。可我每次见到叶双双还有林晴时，总是觉得恶心，觉得替我妈不值。叶双双就像是一个证据，明晃晃的，每分每秒都在提醒我叶良对婚姻的不忠。而我绝对不会原谅叶良这样的男人，也不会成为林晴那样的第三者。和叶良有些不欢而散后，在医院彻底没人管我了，肚子有些饿得咕咕叫，可我看着窗外没有理会。我不是个有趣的人，也不太懂人际交往。小时候我也还算是个活泼开朗的性格，后来我妈去世了，我没了妈妈，也没了爸爸。我的世界里除了我自己，就只剩下了周慕言。现在他也没了。眼眶一酸，泪水就掉了下来，砸到了被子上，晕成一团。肚子饿到哭鼻子了。带笑的声音从门边响起，周慕言手里拎着饭盒走了进来，熟练的把小桌子放好，打开了饭盒。不过也别期待，医生说你头2天只能喝米汤。我让阿姨熬的小米还热乎，多喝2口。周慕言拿着勺子递到了我嘴边，唇被勺子碰了下，我没动。如果是以前，我会很开心的接受周慕言的投喂，还会甜甜的叫一声慕言哥。可现在他有了女朋友，明知道自己心思的情况下，我没办法也没立场再接受周慕言的亲密举动。我伸手想拿勺子，却被周慕言躲过了。我自己吃吧，你回去陪嫂子吧。伸手再去拿，又被躲过。我抬头看他，就见他皱着眉，眼神直勾勾的盯着我。小叶子，上次趁你失忆亲了你，是我不对。他的眼神带着试探，没让他说完，我立马出声打断。不怪你，是我自己对药物反应有点大。你也只是被我缠的没办法了。叶思安，我一愣，他一直都是叫我小叶子的，带着戏谑和宠溺弟弟的语调。怎么，你对男人喜欢男人怎么看？身上一冷，周慕言的脸上没有调笑，他面无表情的，很认真的对我问出了这个问题。而我只觉得心口破了个大洞，冷风缠绕了我的周身。无论我怎么伪装掩饰，最终这一天还是到来了。恶心死了，我躲开他的视线，低着头试图蒙混过关。周慕言呼吸有一瞬间的急促，最终却嘲讽的一笑，把装米汤的碗放到了我面前，然后转身出了门。他好像没有相信我，我端着金黄的米汤，最终泪水掉进碗里，掀起了波纹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周慕言都没有来医院看我，来的是周家的阿姨，每天1日3餐按时按点的给我送餐。虽然都是一些简单的家常菜，但我一尝就知道是周慕言亲手做的菜，我一直很喜欢。几天后，我出了医院，回了家。家里冰冷冷的，饭桌前，他们一家3口和和美美的吃着午饭，我自己拎着周慕言第1天给我带的衣物往楼上走。哎呀，思安今天出院啊，我都不知道。林晴装模作样的要过来拉我的手，我直接躲过。叶良看到了，皱起了眉。你出院怎么不打个电话，让家里的司机去接你？哼，有时间吗？家里一共3个司机，叶良常年有一个负责他作息出行的司机，另外2个，现在一个负责叶双双，另一个跟着林晴。家里都没有我的位置，难道司机会有吗？你怎么跟我说话呢？我站在原地没动。林晴和叶双双眼里闪过叶良看不到的得意。
而我的亲爸不顾我的身体，没有一句关心，只想当着我的面摆他当爹的谱。我没有再说话，直接上楼，回到房间里，找出行李箱，开始收拾东西。周慕言没回来之前，我刚毕业不久，就已经准备搬出去了，基本上的东西都收拾的差不多，就只有常用的东西没收。可走到书桌前面，我却愣住了。我记得清清楚楚的，跟周慕言出去前，我分明把日记放到了桌面上，可现在却不见了。我直接出门去问打扫阿姨，不是一向都是你自己收拾房间的吗？我没进去过，阿姨的话不像说谎。我扭头直接朝着叶良书房去了，打开家里的监控摄像头一看，我入院手术当天晚上9点，只有叶双双鬼鬼祟祟的进了我的房间。我从书房一出口，正好叶双双也上了楼，我直截了当的开口，我的日记呢？什么日记？你可别瞎说，我可没进过你房间。随后眼睛一闪，反应过来自己说露馅了，又立马一副小人得志的表情。想不到嘛，叶思安你居然喜欢周慕言，周慕言要是知道了，说不定心里多恶心呢。还给我！我说我上次叫你帮我勾引周慕言，你怎么不同意呢？原来是恨不得自己去啊！叶思安你可真下贱，人家周慕言有女朋友了。我面色一冷，看着叶双双的丑恶嘴脸，一字一句的说：是啊，他有女朋友了，所以咱们两个谁也没机会了。叶思安你别逼我把日记送到周慕言面前。你送啊，你就把日记送到他面前，让他看看我这个从小跟他一起长大的弟弟有多恶心。他这么恶心我，你这辈子都别想嫁进周家。叶双双气得跳脚，半晌却反应过来，冷笑出声：叶思安，你吓唬我也没用，你最好乖乖听话，不然别想我把日记给你。说完撞过我的肩膀，走回了房间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搬出了家，自己在市里我妈妈给我留下的房子里住下，但被迫成了叶双双的 ATM 提款机。林晴自己没有收入，所有的经济来源都靠叶良给的日用和零花钱。而叶双双，叶良虽然宠她，却每个月只给她50万零花钱。50万虽然不少，但在金圈的地界却跟那些真正的大家小姐相差甚远。于是他用日记打上了我的主意。叶良能有如今叶先生的身份，还要靠当年娶了个好老婆，真正的金圈大小姐。谁知道我妈当初怎么就瞎了眼，嫁了个这么个玩意。他去世后，手头留下的基金股票、公司股权高达几十个亿，并且我们家现在住的那套房子也在他的名下。林晴打这笔钱的主意很久，就连叶良也不是没动过心。可我外公外婆老一辈的金圈大佬还活着，硬生生的护到了我长大。而我现在就在我妈留给我的公司工作，给叶双双付款买了几次名牌包包手表，她居然狮子大开口，要我给她买一辆法拉利。叶思安，我看上了一辆新款的法拉利，也就几千万，你给我买了，我就把日记还你。我不会再给你花1毛钱，有本事你就去说。说完就把电话关机，隔绝叶双双的狂轰滥炸。自从出了院，我已经大半个月没见到周慕言了。他爸想让他去自家公司，可他却非要搞自己的游戏公司，吵了很久。他爸最终说2年要是没成绩，就让他回去继承家业。周慕言最近很忙，而我刚接手公司，要学习的东西也很多。中间有几次他给我发了微信，约我出去吃饭，都被我拒绝了。也不是故意躲着周慕言的，只是我觉得我们两个的关系还是要从头好好想想清楚。桌上的座机响了，点开后里面传来了前台有些急躁的声音：小叶总，您妹妹冲进来了。话刚说完，就听办公室的门被狠狠的推开。叶思安，你知道我在店里有多丢脸吗？我车都选好了，关我屁事。我都说了，你给我把法拉利买了，我就把日记还给你。你不信我？不信。前几次他让我给他买包买高定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，没有一次是真的。叶思安，你不怕我真的把日记给周慕言看吗？我坐在办公椅上，看着叶双双从包里拿出我的日记本，心中稍微安定，想着这次应该能拿回来。就见办公室的门再次被打开，
周慕言一身西装的走了进来，视线盯上了日记本，给我看的日记。这本，我立刻站起身，想要去叶双双那里抢过来，但周慕言手长离得又近，直接伸出手从叶双双怀里拿了过来。叶双双也慌张的要抢，但他1.5米多，周慕言1.88米，他哪里够得着？我的，慕言哥别看，是我的日记。我走到近前，心跳的像是在打雷，朝他伸出了手。周慕言一向对我这个弟弟很好，看在我的面子上，应该不会打开吧。谁知道他也没把日记给我，而是揣进了西装里面的兜里，又拎着叶双双的肩膀将人推出了门。以后少来找叶思安，他不爱看见你。然后关门落锁，扭头看向我。我神经一震，你怎么来了？他一步一步的靠过来，将我逼退在办公桌前，现在连慕言哥都不叫了。没有，慕言哥，你能把我日记还我吗？我仰头忍下紧张，强装镇定的露出一抹讨好的笑容，希望他能把日记还我。不能。可那是我的日记。他的手捏上我的下巴，强迫我和他对视，他的眼神黝黑，藏着让人看不懂的情绪。因为我想知道小叶子到底为什么开始不理我，就因为我喜欢男生吗？神什么？我感觉自己的耳朵好像幻听了。我以为我回国了就能天天见到小叶子，以为你也喜欢我，为了试探你的想法，还叫黎朵演我女朋友。他离我的距离越来越近，唇几乎贴着我的唇，呼吸交错，我有些不适应的往后缩了缩脑袋，却被他一把扣了回来。小叶子，如果我对你做了什么过分的事，你会原谅我吗？他的眼神深邃，冰凉的指尖反复磨掌在我的唇上，我不自在的咽了下口水。慕言哥，你别这样，我有些怕不原谅我吗？他的腿挤进来，分开了我的双腿，将我抱上了办公桌，手按上了我的领口，开始解我的扣子。我伸手一把按住，疯狂点头，我原谅，我原谅的。他声音低沉的笑了一声，随后又问，什么都原谅？什么都原谅？那这样呢？话音未落，他掐着我的下巴狠狠的吻上来，强势又霸道，呼吸纠缠间，我退一步，他进2步，根本不给人喘息的机会。一吻结束，他贴着我的唇，声音带着救足，上次在医院就想这样亲你了，可你清醒了。小叶子，你可以害羞，我也可以给你接受的时间，怎么都好，但你了解我的性格，你可以想，但是不能逃跑。我想什么？我想个屁呀，环！我做梦都没胆子梦成这样。周慕言好像喜欢我，你最好想快点，我忍不了多久的，知道吗？小叶子，他抱着我，将我抱下桌子。抱起来时，他闷哼了一声，我瞬间浑身僵硬。要是我想得很慢怎么办？没关系，我体力很好。随后被他拉出办公室，我才缓过味来，红了脸。自从上次和周慕言办公室一吻，我整个人都兴奋起来。居然不是单相思。我边看工作报表边嘿嘿嘿的傻笑，然后就接到了家里的电话。说实话，不是很想接。喂，有事？思安，晚上回家一趟，有重要的事。我心中思索了一番，最终还是点了点头。好。晚上下班刚收拾好，就见周慕言推门进来了，走过来揽着我的腰上来就是一吻，充满电了，又活过来了。见他抱着我不松手，我轻笑一声，我是你的充电宝。你是我的小叶子。周慕言高冷的样子不复存在，整个人贴在我身上，黏黏腻腻的。今天不能一起吃饭了，叶良打电话叫我回去。我知道，也叫了我去。和他对视一眼，都不知道叶良又要搞什么幺蛾子。到了家里刚坐好，叶良和周慕言寒暄了几句，就直奔了主题。慕言啊，你年纪也不小了，两家知根知底，你和双双也是年龄没差几岁，不如让两家的关系更进一层。我一愣，周慕言坐在沙发上都气笑了。林琴还拉着一脸羞涩的叶双双坐在一旁，添油加醋地道，双双也一直对你很有好感，都是世交。慕言你……周慕言直接牵住我的手，冷哼一声道，什么世交？和谁世交？要说世交，也是我们周家和严家世交。严阿姨从小跟我妈关系就情同姐妹，
严家老爷子也是看着我长大，我不知道林夫人这句世交从何说起。说着又看向叶良，将我的手攥紧放到了腿上。我和思安从小一起长大，若说两家联姻，也该是我们两个才对。可你和思安都是男孩，男孩又怎么样？我俩从小青梅竹马，现在也是两情相悦，在一起理所当然。眼神瞥了一眼叶双双，语气嘲讽又轻蔑，拿个不上台面的私生女塞给我联姻，也亏得叶总说得出口。珍珠当榆木，榆木倒是当起了宝贝。叶总当年也是跟在严阿姨身边学过几年的，怎么眼光差成这样？叶良气得面红耳赤，嘴笨的我听得浑身舒爽，悄悄捏了捏他的指尖。叶良见了，立马眼睛差点瞪出来，你们两个不知廉耻！哼，叶总也该多看看世界了，别老蹲在女人身边听软话了。时代变了，清朝老封建可不多了。况且要说不知廉耻，这不知廉耻的把证据摆在这呢，我还真不知道哪家懂廉耻的傍了人家大小姐，还能生出就小了婚生子1岁的私生女。林晴在一旁气得像是烧开的热水壶，尖叫着要冲上来，不敢打周慕言，就盯上了我。还没到我身边，就被周慕言一把推倒在沙发上。叶双双尖叫一声也要冲上来，就见周慕言眉毛一皱，你往前一步试试。叶双双没敢动，哭丧着脸转身去拉趴在沙发上鬼哭狼嚎的林晴。叶良见我站在一旁没动，转头开始威胁我，叶思安，你老子还没死呢，你敢跟男人在一起，你就别再回这个家，我没有喜欢男人的儿子。我冷冷的看着他，半晌开口，我妈去世那年我爸就死了，你没有我这个儿子，我也没你这个爸爸，但这个家我清清楚楚的记得，我妈当年写了我的名字。我22了，现在能继承我妈妈的所有遗产，我回来就是通知你们，1周之内搬出这个家，不然别怪我动用法律手段。说完，看也没看他们一家3口，拉着周慕言离开了这里。直到坐上了车，周慕言都还在生气，严阿姨多好一个人，怎么眼光比你差了这么多？本来还生气的我，听到他的话，没忍住直接笑出了声。你这是夸我眼光好，还是夸自己不错？他开动车子，捏了捏我的脸，夸我自己眼光不错，小时候就直接盯上了你，要不是我管得严，你早就不知道被那个臭小子骗走了。他认真开着车，开了2条街，突然在路边停了车。他两臂往方向盘上一趴，头埋在胳膊里，我以为他突然不舒服了，有些紧张的问他，怎么了？小叶子，我想吻你。有些忍不住了，我先是一愣，随后失笑出声，为什么要忍？他趴在方向盘上，侧着头看我，露出半张脸，耳朵上还带着红晕。可你还没有接受我，我怕我要得太多，你会有负担。我瞪大了眼睛，突然想起了我的日记本似乎还在他那里，脸色一红，你没看我的日记吗？如果你愿意给我看，我会看的。你没同意，我不可以打开。周慕言的眼神认真诚恳。我凑近他小声的提出要求，我也想吻你，可以吗？慕言哥，可以。他欣喜若狂的点头答应，随后直接凑了过来。寂静的街道上，一辆车静静的停在路边，停了很久，只有细碎的呜咽声和水渍在狭小的车内回荡。日记的事情，我准备先把房子拿回来，再和周慕言说清楚。结果我第2天一上班，就看到公司里的同事看我的眼神不对。秘书走过来，直接把手机递到了我面前，爆红的短视频10几万的点赞，点开了播放。AR 的男生一字一句的读着我熟悉的字句，班上有人聊起喜欢的人，他们的眼里都有光，只有我不敢提起你的名字。今天读到一句话很有感触，我这一生光明磊落，唯有爱你，不敢言说。喜欢你，简单的像是阳光朝起暮落，每一口呼吸都是对你说不尽的喜欢。妈妈去世是我短暂一生的至暗时刻，我以为这就是我的最低谷，直到爸爸把他们母女接来，我才知道没了妈妈就没了爸爸。还好周慕言，我还有你，你是我埋在心底最爱的人，可你却只把我当做弟弟，当做乖巧的小跟班，当做你的小叶子。今天去机场送你的时候，你伸手摸了摸我的头，言语间都是不舍，可我不是。那一刻我只想踮起脚亲吻你，然后告诉你带我走。
可我不敢。日记的篇幅不长，直到最后是我住院之前写的最后一句：周慕言，如果有一天你看到了这本日记，我希望那时的你刚好爱我，我会一字一句的把曾经的爱意读给你听。我坐在办公椅上，桌上的手机里还在不断的读着我日记里的一字一句。短视频的底下，有的人一副磕到了的模样，有的人则是恶意满满的骂我恶心。心被短暂的刺痛了一下。是叶双双，我的日记本只有叶双双拿过。我拿起手机，刚准备回家去找叶双双算账，手机上周慕言的微信就给我发了一条链接。点进去一看，周慕言短视频实名直播，直播间里的他一身西装，头发凌厉的抓到脑后，加上不善的眉眼，看起来很不好惹。直播间，哇，金圈太子周慕言本人。那个日记本里的告白就是跟他本人吗？哇靠，这么帅又有钱，是我也暗恋，这是被男人告白，觉得恶心了吧？出来骂人了吧？听说太子爷原本是有女朋友的，这个男的恶心巴拉第三了人家女友。直播间的人气涨得不快，周慕言等的眉头越皱越紧。我点开礼物栏，直接送了20个嘉年华，人气瞬间涨了起来。周慕言本来还不高兴的脸，看到了我的名字夜夜思慕言，眼睛直接亮了。小叶子，我又送了20个嘉年华。直播间里都在猜测我是谁，就见周慕言突然展颜一笑，本来还想再等等的，现在我等的人来了，就不等了。他从旁边拿起了一本熟悉的日记，在直播间里晃了晃。热搜视频里读的日记本在我这里，他告白喜欢的人，没错，就是我周慕言。我和小叶子从小一起长大，他是个性格内敛温柔的男孩子，我喜欢他很久。他胆子很小，我不愿意在他没搞懂自己心意时强迫他喜欢我。回国后，我的确有个女朋友，但却是想试一下小叶子对我的心意，不涉及认可3或者被3。目前我们的关系已经过了父母，他爸的意见不重要，我的家里都很支持我们在一起，包括小叶子最在意的外公外婆，我也已经取得了他们的同意。直播的最后，周慕言看着摄像头，小叶子，等我。直播间被信息轰炸的厉害，万能的网友不到1天的时间就扒出了叶良棒富婆软饭硬吃，私生女只比婚生子小了1岁，而林晴这个真爱小三上位，原本一些上流的夫人还和他走得很近，给了很多便利，现在更是沾都不想沾他一下。叶双双就更惨了，上大学还有1年毕业，叶家大小姐的身份也被人戳穿，成了小三未婚先孕的私生女，还把正统的婚生子哥哥的暗恋日记公开，怎么看都是人品堪忧。而我此时正被周慕言紧紧的抱在怀里，对不起小叶子，如果我再勇敢一点，早就明白你的心意，我们早就在一起了。没关系，可以和你在一起，我已经很开心了。他松开我，眉宇间全是懊恼，我们像是2个笨蛋，互相喜欢那么久，却直到现在才在一起。你确实像是笨蛋，喜欢我怎么能伪装的那么好呢？我一点都看不出来，我有些埋怨的捶了他一下，他拽住我的手，不可置信的看着我，小叶子，你才是笨蛋，我喜欢你那么明显，你都看不出来？咱们身边那么多一起长大的，我为什么只对你好？我愣了一下，辩解道，我以为你把我当弟弟养。哼，确实当弟弟养，可以拐到床上的那种弟弟。我脸色一红，见他不正经，扭头要走，却被他拉住。那你呢？你喜欢我，怎么能伪装的那么好？我顿时语塞，小声的说，我怕你知道了，就不再把我当弟弟了，会不想和我做朋友。空气突然安静下来，周慕言心疼的将我紧紧抱在怀里，怪我喜欢你不够明显，才害我们小叶子伤心了这么久。怪你。晚上，周慕言来接我下班，吃完晚饭就把我拉到了他家，掏出了日记放到我手上，一脸期待的看着我。干嘛啊？我现在很爱你，所以一字一句的读给我听，好吗？小叶子，我脸色一红，却最终翻开了日记，将里面埋藏了好几年的爱意一字一句的告诉眼前这个人。周慕言，你走过我的青春，为了我的人生定下了锚点，使我从未走失。我想我爱你，开始还有些羞涩，可读着读着，我忍不住有些热泪盈眶。一抬眼，
周慕言的眼里星光点点的，都是我。他将日记抽走，放到桌上，将我温柔的按倒在床上。我有些紧张，不读了吗？他拿出手机，点开了视频，暂时让别人帮帮忙，我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什么意？唇被狠狠的含住，在 AI 字一句的阅读声中，我们在热浪中奔袭。等他抱我去浴室时，40多分钟的视频已经重复播放了3、4遍了。昏昏欲睡中，周慕言抱着我，在耳边轻轻的一吻：“小叶子，我爱你。”1周的时间转瞬即逝，我带着周慕言，还有我外公在国内老宅的人，回到了家。一见到我们，刚才还在沙发上和叶双双唉声叹气的林晴立马跳起来。因为叶双双的作为，这几天的舆论战把叶良公司仅有的好人缘也散得差不多。我虽然没有能力动用手段对付他的公司，但我外勾已护在后背悄悄下了黑手。之前周慕言和他老人家打视频，背着我不知道偷偷研究了什么。只知道没过几天，叶良的公司就出了几次不大不小的问题。此时的他坐在沙发上，比起前几天的意气风发，看着像是老了好几岁。见我带人进来，他叹了口气，非要和自己家人搞得这么难看。我瞥了一眼林晴叶双双，你和他们才是家人，和我不是。1个星期到了，我来收我妈妈的房子，你们要是收拾的慢，我带来我外公老宅的人，我外公的老管家。老关立马微笑的上前一步：“小思安放心，关爷爷立马帮叶总和他们母女的东西收拾好，绝不落下一件。”林晴还想再说什么，被叶良拦住。叶双双想过来骂我，也被关爷爷带的人拦住。小思安公司有事先去忙，这里关爷爷都替你管了，有你外公的名头，他们不敢弄幺蛾子的。好，谢谢关爷爷。临走前，周慕言看了眼叶双双，语气冰冷：“道歉？我不道歉，我凭什么道歉？他一个男的勾引你，恶心的人是他。叶总，您就是这么教女儿呢？”叶良的眼神看过来，见周慕言冷着脸，最终还是低了头：“双双，给你哥哥道歉。”叶双双虽然一直被娇养的无法无天，但却很怕叶良。见叶良面色不善的开了口，委屈巴巴的，最终还是一脸不服的走到了我面前：“对不起。”我的视线在屋内扫视一圈，最后对上叶双双的脸：“我不接受。”叶双双瞬间暴怒，我却看也没看的扭头就走。不到3天，叶良带着那对母女搬出了我妈妈的房子。我找人把房子重新装修，改回了我妈妈还在世时的模样，自己则是和周慕言搬到了一起。听说他们一家3口搬出去后，换了一个200平的大平层，叶双双和林晴大手大脚惯了，搬出去后也不见收敛。叶良的公司出了几次岔子后，越来越差，渐渐的已经没办法像以前一样供给母女俩的花销。于是一家人从原本的父慈子孝、夫妻一心，变成现在的3天一吵2天一闹。最后临近倒闭，叶总来找到了我：“思安，你回来吧，公司交到你手里，我也能放心。”我没说话。叶氏现在就是一个烂摊子，谁接手谁倒霉。叶氏当初也是你妈妈一手扶持起来的，你回来也算是接手她的心血。我嗤笑一声，最终开口：“我妈妈最大的心血就是我，她只希望我过得好。至于叶总的心血，你可以交给你自己的女儿。”心血和自己的女儿几个字，我加了重音，最终头也不回的离开了。店外的车里，一打开车门就是周慕言的笑脸。我疲惫的将自己完全投入他的怀里，在他脸上狠狠的亲了一口：“慕言哥，我爱你。”他在我唇上应了一口，带着些许诱惑的问我：“带你翘班回去读日记，好不好？”小叶子，我看着他的脸，笑语盈盈的点了头。好。